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是被家庭吸血的老婆子，丈夫不把我当妻子，女儿不把我当母亲，孙子不把我当奶奶。为他们当牛做马多年，他们却伪造高空抛物，制造意外，让我变成了植物人，骗取高额保险。最后，我被41度的烈日下，活生生晒死。再睁眼，我重生了。本频道将为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，也许有些故事会让您热泪盈眶，有些则会让您感叹人生百态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看着周围熟悉而陌生的环境，我知道我重生了。我虽然是个40多岁的老婆子了，但是平时偶尔也看小说。重生是老梗了，只是没想到如今发生在我身上了。徐清芳，还不起来？日上三竿了。我正在消化信息。张文志，也就是我的丈夫，抬手就给了我一巴掌。不去做饭，家里这么乱，也不知道收拾一下。我当初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懒鬼？说话间，张文志狠狠地吐了一口浓黄色的痰，然后把堆满杂物的桌子一把掀翻。我过去的人生都是在他的拳打脚踢中过来的，因为我不是他喜欢的人，也没有给他生下一个儿子来。和他结婚之后，他40岁之后犯错下岗，之后就没上过班，整天就是打牌喝酒的，整个家全靠我上班。原本宽裕的家庭也逐渐变得捉襟见肘。就这样，我还是经常被拳打脚踢。曾经我也无数次想过离婚，但是都忍了下来，因为我想着，但是每当我提出离婚的时候，张文志又会和我道歉，并且在之后的几个月对我也会极其的温柔。二娃，我也总以为他浪子回头了，但现在我看明白了。我摸了摸自己有些红肿的脸颊，然后站起来，拿起一边的水杯，狠狠地砸在他头上。张文志的好吃懒做，加上我经常干活，我们两者的力量完全不在一分个水平。就这一下，张文志直接侧倒在地，头上顿时头破血流。你敢打我？张文志捂着伤口，语气又惊又恐。我冷冷地看着他。是啊，怎么样呀？我冷笑一声，随后拿起他的手机，再输入了1103个数字。要我帮你报警吗？张文志一把抢了过去，刚打算报警，就听见我冷冷地说：报呗，反正是你先动的手。还有啊，我撩开衣袖，上边全是歪七扭八的伤害，这可是你家暴我的证据呢。你要是不怕坐牢的话，就报警吧。喂，同志，有什么事儿吗？电话都打通了，吓得张文志一把就挂断了。他咽了咽口水，面色苍白，可能是失血过多，也有可能是吓得，记得把地拖了。我越过他，径直出去了。我要去买一部手机，到现在我还是用的几年前的水果6。手机能让我获得更多的信息。我脱离社会太久了，我去银行取了1万5000当做备用金额，5000买了部崭新的水果手机，开始研究短视频。我知道，几年后短视频会爆红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看着门口前乱七八糟的鞋子和散发着淡淡恶臭的袜子，我知道，我的宝贝女儿回来了。我的女儿，张文雅，离婚。
并且带着个儿子。老不死，你回来了。张文雅赤着脚，把脚丫子放在吃饭的桌子上。他的孩子见我回来，马上朝我跑过来，重重地撞在我的腿上，然后开始用双手不断地抓我的大腿。给点钱，给点钱。张亮，他的孩子，是个极其熊的孩子，前世的时候经常偷我的钱。我在医院的时候，他为了给手机充电，还把我的氧气机给拔了。缺乏管教，那我就好好的管教管教你。滚开！我直接一脚把他踹开，力道掌握很好，会让他觉得疼，但是又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我是你奶奶，是你长辈，你就是这么对我，有娘生没娘养。说着，我看向了张文雅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他还是个孩子，懂什么呀？张文雅恶毒地看着我。孩子要从小抓。我看着眼前这个喊我妈的人，钱是骗保的主意就是他提出来的。他不知道去哪里贷款了，欠了不少钱，还不上。随后他极其心疼的孩子揽入怀中，宝宝乖乖，不哭嗷。随后他直接看向我，也不看看孩子，直接朝我伸出手，给我3000块，我带孩子去看看。我微微挑了挑眉毛。他开始问我要钱的时候，似乎也是这几天。所以他去干什么了呢？好好检查一下。我从包里取出3000块钱，舍不得孩子，套不着狼。谢谢妈。张文雅眼睛一亮，双手接过去，直接就把孩子丢在一边了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说着抱着孩子就走。我本来打算跟着他的，但是张文志把我叫住了。徐清芳。张文志额头上贴棉布，怒气冲冲地走到我面前，但和我冰冷的眼神对视的时候，他又怂了，但还是强撑着气势。你取钱干什么了？和你有关系吗？我面无表情地说，这钱是我的吧？有时候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，我就会出去做一点兼职，这么多年也攒下来了不少钱，但是很大一部分都被张文志和张文雅给霍了。什么叫你的钱？张文志瞪大眼睛，表情极其的浮夸。这个家，什么东西不是我的？头不疼了吗？我微笑着说。张文志捂着头，瞪了我一眼，气冲冲地越过我，出去了。我咂了一下嘴，本来说去看看张文雅去做什么了，看来得下次了。我忽然想起来，我似乎前世今生都不知道张文雅为什么和她丈夫离婚了呀。她丈夫算是个不错的人，家庭条件中上，人也帅，不过会离婚呢？我隐约觉得其中后有猫腻。我思索再三，还是联系上了周杰，也就是我曾经的女婿。阿姨，电话那头很是疑惑。小周啊，有空出来喝个茶吗？有的。我在茶楼见到了周杰。什么事儿啊，阿姨？周杰开门见山地说。待会我还要去开会呢。意思是不想过多地和我们家扯上什么关系了。小周啊，我能问问，你当初怎么和文雅选择离婚呢？周杰的面色微微一僵。他没和你说？随后笑了一声。也是，做出这样的事儿来，他还央求我不要说出去。但是您是他母亲，应该知道。听完了周杰的话，我微微沉默了。张文雅出轨了，在家里被人赃俱获。更离谱的是，张文雅居然拿周杰的钱
去养那个男人。最后，张文雅被迫离婚，净身出户，孩子判给了张文雅。不过周杰还是每个月都打生活费来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周杰深吸一口气，他现在还和那个狗东西在一起，甚至还在赚钱给他赌。当初他就是拿我的钱去赌。周杰眼眶都红了。哎，你是好孩子。我微微叹息。你不是还有个会议吗？周杰点点头，离开了。我微微沉思了一下。所以，前世张文雅欠下高额贷款，就是给渣男当赌资了是吗？那张亮，我有理由怀疑他不是周杰的孩子啊。不过周杰还在打生活费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做鉴定了没。看周杰那模样，我也没好意思问。我们小区外边有个小公园，我路过的时候，看见张文志和另一个年轻女人有说有笑的在交谈，两人的眼神都快要拉丝了。这女的，我有点记忆，她有病，前世感染了不少人，被追着砍了几刀来着。我也不知道张文志中和她有关系了，不过无所谓了，反正是他自己喜欢的不是，那就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我回家的时候，张文雅已经回来了。张亮呢？我微微的皱眉。张文雅微微一愣神，随后说道：他在我朋友家呢，我让朋友帮忙带一下。我笑了，这个所谓的朋友估计就是他的野男人。不过这也让我更加确信了，张亮的身份，说不定是真的有问题呀。继父会喜欢原配的孩子吗？虽然不能以偏概全，但如果这个继父破坏了别人的家庭，还赌，还吸女人的血呢，他会善待他吗？虽然张文雅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也不是那么爱自己的孩子，但是也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受苦吧。我摸索了一下下巴，这事儿如果是真的的话，那张文雅就是拿着原配的钱养小三的孩子啊。这事儿可真是有趣了。那就好，我没有再说话，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。刚刚进房，准备换件衣服，一只粗糙的大手就摸了上脸，连带着一大股子酒气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拍了拍张文志的额头。张文志吃痛，转身栽倒在地。酒气上头的他哪里还顾得上其他，抄起一边的热水壶就砸在了我的额头上。我顿时感觉到大脑一阵眩晕。我不是故意的。他咽了咽口水。我揉了揉脑袋，报了警。我报警的理由是强奸和家暴。我怎么抢你了？张文志看见警官，酒醒来了大半。我不愿意就是强。我冷冷地说，况且你还家暴我。我指了指我的头，幸好那热水壶没有水，不然有我受得了。警官同志，你可不能听他乱说呀。这警官也犯了难，你们尽量看吧，看能不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张文志立刻拉着我去一边说悄悄话。老婆呀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再怎么样，这样是我们的家事，传出去多难听啊。3万，现在立刻马上转给我。我冷冷地说，不然就等着去蹲大牢吧。老婆，2万吧。我一瞪眼，不看着他了。张文志看了看警官，又看了看我，咬了咬牙，转了过来。我知道，他是很怕蹲大牢，很怕警官的。可能是因为他以前进过少管所，给他留下了不好的记忆吧。警官同志，没事儿了，
我扭过头，对着他们笑了笑。送走警官之后，张文志立刻拉黑了脸。钱给我。我笑了笑，想得美，这可是能算得上我的启动资金了呀，怎么能给他？张文志张了张嘴，没有说话了。毕竟警官还没走远，他害怕我再把他们叫回来。我这才发现，闹出来这么大的动静，张文雅居然没出来。我去他卧室看了一眼，没在。那估计又是去找那个野男人去了。孩子都还在呢，也不害臊。怎么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掉他们几个人呢？我嘴角微微一翘，有了，一夜无眠。我思索了之后，我要做什么？美食还是游戏？美食的话，我比较擅长；游戏的话，一个能当你妈年纪的人在乱杀，很有看点吧？而且这两个也比较长盛不衰，比较容易上手的。现在虽然短视频还没有爆火，但是网上还是有很多的美食教程、游戏教程等。我想了想，干脆都试试吧。我在外边租了房子，花5000块买台电脑，开水满满学。我算了算时间，张文雅也该回来了吧？一开门，张文雅正在吃炸鸡，而张亮则是在地上眼巴巴地看着。你不管你儿子？我冷冷地说。这不是等你吗？张文雅阴阳怪气地说。你刚得了2万块，也不知道带我们出去出点好的。那好，我牵起张亮，笑道：走，奶奶带你出去吃好吃的。我呢？张文雅急了。我是你女儿。我没有理他，径直出去了。张亮全身脏兮兮的，我很是无语。老太婆，我们去吃肯德基。张亮露出歪歪扭扭的牙齿，笑起来。可以呀，我说。不过你要把昨晚上和你在一起的叔叔上的一根头发给我哦，不要让你妈妈知道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好。张亮激动地笑了起来。他虽然熊，但终究还是个小孩子，哪里懂那么多。待张亮吃完饭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了。他点了很多，但是大多都只是吃一口就丢了，真是浪费粮食。待会拿去喂流浪猫狗。吃饱了吗？我强撑着笑容。记得给奶奶带头发哦，不然下次奶奶不带你出看来吃了。包在我身上。张亮拍了拍心口，露出个自信的笑容。这时候张文雅给我打电话了，语气之中很是不满。老妈，再给我3000块。想得美。我冷笑一声。带着张亮回家的时候，他居然在公交车摸别人女孩子的胸。你干什么？那个女生面色赤红，呵斥道。呜哇！我只是摸了姐姐一下，说着，张亮就葬在我后面。那个小女生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张亮，随后嘀咕道：算了，不和小孩子计较。妹的，要不是还要张亮帮忙，我真想一巴掌扇死他。不好意思啊，孩子太小，不懂事，我给你道歉。我对着小女生歉意地说。没事没事，那女生估计也没想到我居然会道歉，她还以为熊孩子背后都有个烂人家长，不想惹麻烦才说算了的。客气一番，我拉着张亮下了车。在公园里边，我看见了张文志和之前那个女生都已经亲上了，旁边还有不少人看着呢。我拍了几张，随后快步走了。真是害臊。妈，给点钱。
张文雅一进门就对我喊道：多少？我冷哼一声。2000。张文雅思索了一番，然后说：我二话没说，丢给他2000块。他拿着钱，抱着孩子就出去了。这倒是给我的机会。我一路跟他们到了老式小区楼，最后确定了他们消失在了6楼。6楼只有一户人家，还是很好找的。我把耳朵凑在门前听了听，果然听到了声音。我微微咂嘴，还带着孩子呢，也不害臊。现在我只希望张亮给点力。回到家的时候，张文志手中拿着个金镯子出门，和我碰面了。你去干什么？我一眼就认出来，那不是我陪嫁的镯子吗？没什么。张文志一把将手中的镯子塞在包里，急匆匆地出去了。我笑了笑，我还能不知道他想干什么？还知道送东西刷好感，虽然不是送的自己的东西罢了。第二天，我就在那个女人手上看见了手镯。我坐在了她身旁的长椅上，说：李莲是吧？手镯挺好看的。李莲笑了笑：别人送的，我觉得还行。我丈夫送你的。我淡淡的说。李莲表情一慌，随后急忙把手镯给脱下来递给我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有老婆了。没事，我笑着推了回去，说道：你和他上一次吧。李莲微微一愣，她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要求。事成之后，这个镯子就是你的了。放心，我不会反悔的。李莲摇了摇头。算了。我忽然凑到她耳边，你也不想别人知道你有病吧？李莲面色一白，随后顿时慌张起来。求你不要说出去，我只是想多攒点钱给儿子，我也是被传染的。你只要按我说的做就行了。我微微笑起，很是和蔼。事成之后我也会给你钱的，何乐而不为？李莲咬了咬牙，随后点了点头。好。我和李莲加了微信，结果当天傍晚，张文志就没有归家。我问了一下李莲，李莲则是说，在的他自己要求无套，这还真是老好人，还让别人少了负罪感。我二话不说，转去了5000块给他。谢谢。李莲回了一句。我深深地吐出一口浊气，这一家还真是没一个好东西啊！也不知道我前世脑子怎么想的，我干脆也不睡了，去了出租屋学习剪辑视频，并且发布了第一个视频。45岁老阿姨学习联盟的第一天。我的操作很笨拙，但是这角色是一个45岁老阿姨打出来的，都算是很不错了。并且我还发布了另一个叫做家常的美食视频，还是游戏热度高，一下子就有评论了，并且评论区还极其的友善，都在叫我技术。我也悉心听取，并且不断地在网上找视频教学等。现在的互联网还很纯净，所以也很容易火起来。现在好好的运营就好了。第二天我回家的时候，张文志那叫一个神清气爽，他看见我，甚至还朝我抛媚眼，我恶心的直打颤，我可不想感染上病。恰好这时候，张文雅带着孩子回来了。张文志瞪着她，一个女孩子家家的，天天夜不归宿，成何体统？你不一样。张文雅不甘示弱地瞪回去。这两人不会都知道对方的事儿吧？这对话看起来还真是。哎呀，不要吵架。
我笑眯眯地选择当和事佬。我去做饭，我去做饭。张亮一只手放在衣服包里，似乎紧紧地抓着什么。小宝来帮我好吗？好。到了厨房，张亮递给我一根有些卷曲的毛发。我去玩吧。我递给他100块，不要告诉妈妈哦。嘿嘿，谢谢奶奶。张亮笑着跑出去了。我有些嫌弃地看着手中的毛，最后还是好好的收了起来。算了，懒得麻烦了。我做了一大桌子的饭菜。经过这几天的学习，我的厨艺上升了好几个档次。他们吃的是很开心，但我看见他们沾满口水的食物残渣的筷子，是真的吃不下去。算了，不吃了。我坐在一边，避开他们的视线，给李莲发去了一个地址。我在这儿的6楼给你租了一间房子，你这次要勾到你的邻居。对方过了很久才回复，这我觉得这样不好。1万，成交。我记得，前世他也是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啊。洗碗吧。张文志放下碗筷，直接就把自己的臭脚放在了桌子上。我也懒得和他吵了，反正过不了几天，就有他好受的了。他现在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，现在还在潜伏期呀。洗完碗后，我剪掉了张亮的一根毛发，送去了医院做亲子鉴定。可以说，张文雅现在的全部经济来源全靠周杰给的赡养费，就这还不够呢，每个月还问我要钱。我很想知道，如果张文雅的野男人知道张文雅没了钱，会怎么对他呢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我内心居然升起了一丝丝善意。这可不行啊！我前世过得那么惨，他们对我也没情分，相安无事地过了一天，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啊。检查报告出来了，意外的是，张亮居然不是那个野男人的孩子。难道是我猜错了？我皱了皱眉，随后想了想，给周杰发去个消息：周杰，你能寄给我一根头发吗？我怀疑张亮不是你的孩子。电话那头的周杰沉默了许久，随后才从牙缝之中挤出几个字来：好。换我也生气，谁愿意给别人养孩子呢？下午的时候，周杰的头发就到了，我再次送去了医院，并且加急，3个小时而已。结果出来了，看着结果，我嘴角微微翘起。都不是啊，张亮既不是周杰的孩子，也不是那个野男人的孩子。张文雅比我想象中的玩得还花呀。回去的路上，李莲跟我说，我已经和他上了床了，他也是自己主动没有带的。我说了声好，然后把钱转过去了，随后还要来了那个野男人的微信号，方便之后发亲子鉴定。张文志回来后，我冷冷地甩了几张照片在脸上。你疯了！张文志怒吼一声，随后捡起地上的照片，正是他和李莲的照片。离婚吧！我冷冷地说。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感觉到全身一空。哪里来的照片？张文志面色阴沉，双手捏着照片。你怎么敢和我离婚？我怎么不敢？我冷笑一声。房产证上写的不只有你的名字，还有我的。你离婚试试，我看谁敢要你这个丑鬼！他指着我的鼻子骂道。况且他语气软和了些。孩子都这么大了，我们离婚也不好。我笑了。他只是离不开我这个免费的保姆罢了。
谁说我还要结婚了？而且孩子大了，不是更好？离婚，房子我不要了，折现成30万吧，不然就打官司。其实真要算起来的话，应该折现成50万的。但是我实在是懒得在他们这一家人有什么关联了。听到打官司，张文志的脖子缩了缩。离就离，谁怕你？他还是自知理亏的。我简单的收拾了点东西，就走了。约定几天之后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。我搬去我的出租屋。我早就做好了离婚的打算了。和几个有病的人在一起，我都嫌恶心。半夜的时候，张文雅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。我本来不想接的，但心中还是动了丝丝的恻隐之心。毕竟是我怀胎10月生下来的，不说别的，接个电话也不至于怎么样吧。喂，妈，你离婚了呀？张文雅的声音带着丝丝颤抖和娇羞。谢谢你这个时候还能记得起我这个妈。既然离婚了，就最后再给我几万吧。我直接删除拉黑一条龙，这也磨灭了我对他们的最后一丝感情。随后我直接把野男人和张亮、周杰和张亮的亲子鉴定分别发给了他们。几天后，我和张文志去办理了离婚手续。文丽拿着离婚证，张文志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拜拜，祝你有个好日子。我微微笑起来，随后拔出电话卡，直接简短，开始我崭新的人生。开始专心研究剪辑和游戏以及美食。现在短视频才慢慢的开始发展，时间很多，并且呢，我还刻意留意着张文志他们的消息。据说张文雅被人打断了一条腿来着，只能说自作孽，不可活，并且他俩还检测出了脏病，一时之间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。2年后，我做游戏的账号已经200万粉丝了，我的段位也来到了王者。我已经40多岁了，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美食账号也是做到了100多万的粉丝，都是我潜心学习的成果。但我似乎做到顶了，粉丝怎么也涨不动了。再几个月，就是短视频互联网最巅峰的时候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几个月之后，一篇名为《45岁老妇人出轨之后分走丈夫财产，打断女儿的腿》的帖子忽然爆火了。文章中把我描述成了一个无恶不作、经常家暴丈夫、成天打牌不工作的人。这篇文能火起来的最主要原因，是因为文中的主人公是我。马上的，就有无数的网友来抨击我、攻击我，我的粉丝群都爆炸了，因为我没有任何回应，并且直播也不开了。不过视频依旧慢慢的更新，我在等互联网进入最顶峰的时候，我再让事件发酵，我要得到最大限度的热度和关注度。而这个时候，张文志和张文雅也开启了直播，每晚都在控诉我的恶行，什么榜上大款，什么游戏也是代打的，我只是个噱头，一个老太婆怎么能打得那么厉害？我的热度也在逐渐的增加。之前一个视频只有几百万的浏览，但现在一个视频基本上都是5000万浏览打底。不过我的私信和评论区，我是一点也不敢看，我甚至连门都不敢出。看着视频中一边声泪俱下，一边讲述产品带货的2人，我只觉得好笑。
1个月之后，张文志和张文雅甚至都开始带货了，而互联网平台也宣布了自己家的平台日活跃量达到8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始反击。我找来了之前去过我家的民警，由他给我出面做证明，并且还露出了满满当当的伤痕，证明我才是被家暴的一方。网友们看着我身体上丑陋的伤痕，皆是倒吸一口凉气。然后我还甩出来了关于张文志出轨的证据，是他出轨了，我才选择离婚的。至于张文雅，我冷冷地说出了她的精彩过往，并且展示了一下几年前的亲子鉴定书。这东西我可是好好的保存的呢。就这么几条消息一爆出来，全网沸腾了。本以为尘埃落定，但忽然触底反弹，迎来大反转。一夜之间，我再次爆火了。我的视频被全网转载，转载次数超过30亿次，并且我还开了一场直播。之前我都是只露手操作，这次我直接全身出镜。我的直播间直接100多万人数，服务器都卡了。看着我精彩流畅的操作，网友们纷纷感叹，直呼牛逼。我的粉丝一夜之间暴涨到了1000万，就我开那场直播的打赏，都有了50多万。这就是流量吗？反观那对父女俩，之前多潇洒，现在就多狼狈。他们可是和不少商家签订了合同呢，现在面对的是巨额的违约金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找上了我。我老早的就换了别墅了。我一推开窗户，我就看见张文志和张文雅在我门前跪着。老婆，我真的错了。他见我开窗，一边喊着一边给我磕头。张文雅也在一边猛猛地磕头。他们知道我赚了不少钱，希望我能帮他们出巨额的违约金。我看着他们，忽然眉头一皱。张亮呢？张亮的亲生父亲找不到了，所以只能张文雅带着。但是我无论是在他们抨击我的视频之中，还是现在，都没有看到他们的影子。我微微地吐出一口浊气，希望不是我想的那样吧。我打开门，保安立刻围了上来，毕竟把他们放进来都是他们的失职了，现在还不好好表现的话，估计就没饭吃了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救救我吧，求你了。张文雅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扑向我，却被保安死死地拦住。我是你女儿啊，你不能看着我去送死啊！张文雅曾经白白胖胖的脸，现在也变得蜡黄粗糙了。前世她趴在我身上吸血，亲生把我害死的时候，她怎么不知道我是她妈妈？设计让我成为植物人，我什么也干不了，动不了，但是我还有意识。想到这里，我的拳头捏紧了，那种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感觉。老婆，老婆，我们夫妻一场，你就救救我吧，救救我吧。好啊，我挤出个笑容，把张亮找来，我就考虑考虑。二人的表情一僵，要他来干什么？张文雅面色极其的不自然，张文志的表情也极其的难看。不会被你们卖掉了吧？没有，怎么会？他们异口同声地说。可是，他们颤抖的身体和慌张的眼神却早已经出卖了他们。还真是没人性啊！但是想到前世他们对我做的那些事儿，啧啧，花盆貌似还是他们让张亮丢下来的吧？他们说这样就算是被发现了也没事，因为张亮是个未成年。我报警了呀！
我笑起来，当着他们的面拨通了110。不要！不！二人声嘶力竭地哭喊起来，想要阻拦我。但是他们一个老，一个残，有什么能力突破保安的重重保卫？只不过是做无用功罢了。最后，我让保安把他们丢出去。几天后，调查结果出来了，张亮还真被他们给卖掉了，以10万块的价格给卖掉了。张文雅怀胎10月，就只换了10万，还真是不值钱。就像前世的我一样，多年的感情在钱面前不值一提。10万能卖掉自己的孩子，比我还不值钱呢。尘埃落定，我的游戏视频账号粉丝最终定格在1200万粉丝，美食账号最终定格在了500万。我现在上得了王者段位，下得了厨房当国宴，并且我的剪辑技术沉淀了2年，技术更是领先别人一大半。之后的我，参加了各种综艺、国宴制作，甚至还登上了峡谷世界赛的特邀嘉宾。我也是全网第一个粉丝破1000万的账号和视频博主。而现在，则是我的颁奖典礼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平复下激动的心情，迎接我的典礼。回到家后，我的家里多了个小人。奶奶，您回来啦！一个极其可爱的小孩朝着我扑来。这是李莲的孩子。这整件事都是我一手策划的。我让李莲去给张文志和张文雅出建议，当作赎罪，而作为代价，我收养他的孩子。李莲虽然有病，但幸好不会遗传。他知道自己活不长，所以选择牺牲自己。几个月前，李莲自杀了。她说自己不配做人，她是个好母亲。我看向落地窗外，满城烟花，灿烂至极。故事完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孩子，嫌我在他家便宜没占够。老公蠢，婆婆坏，儿子白眼狼。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。这老妈子谁爱当谁当吧。我撂挑子不干了。我今年38岁，全职在家照顾12岁的儿子，却被儿子说是白吃白喝住他家。这天我刚给孩子开完家长会，匆匆回到家里，生怕错过饭点。傍晚5点半，我拎着大包小包的蔬菜生肉打开家门，老公戴着耳机鬼吼鬼叫，在打游戏。婆婆带着儿子在看动画片。客厅里玩具洒落一地，满屋狼藉。婆婆见我进门，瞥斜我一眼，一天天的不着家，又不上班，不知道跑出去做什么。她对我一向这样，但为了孩子有个和平的成长环境，我从不当面跟她争执什么。我去给轩轩开家长会了。我语气平静，见我这样说，她表情讪讪，自顾自背起了包，穿上外套，回家去了。是的，我们3口跟公公婆婆并不同住。本来今天我不在家，是跟老公讲了，让他陪着儿子下楼踢踢球，运动一下的。没想到他把老妈叫来看孩子。我把成绩单递给儿子，正跟他逐科分析考试结果。哎，猪队友！老公他拉着拖鞋从书房走出来。老婆，晚上吃什么？我快饿死了。说完，他又揉着凸起的肚子回到了电脑前，继续开下一局。我抬头看了眼时间，6点了，是该做饭了。安排好了儿子写作业，
我来到厨房，收拾着买回来的菜。7点半，4菜1汤上桌，孩子在饭桌前坐好，老公却迟迟喊不动，只说打完这一把。见状了，我也有了脾气，不再理他。孩子却不满意了，要我再等等爸爸。爸爸挣钱养家很辛苦的，我们要等爸爸。那妈妈不辛苦吗？可是妈妈每天都在家呀。我一时语塞，但还是觉得12岁的小孩子不一定能理解，在家照顾家人也很辛苦。好不容易照顾孩子吃完，收拾碗筷，擦地板，把几天的衣服洗好晾起来。我口干舌燥，揉着酸痛的腰，坐在沙发上。儿子正目不转睛盯着屏幕上的卡通片。我看到桌子上摆着果盘，不是我前几天买回来的水果，应该是今天婆婆带来的。懒得去接水，拿起果盘里的橙子，正准备吃，儿子却突然从沙发角落窜起来，劈手夺走了我手里的橙子。这是奶奶给我的，妈妈你不能吃。见我愣住了，有些不解的样子，儿子掐着变声期的公鸭嗓继续说：妈妈你住着我们的房子，白吃白喝，光还没沾够吗？我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。我光今天就给家里买了4大袋蔬菜水果，吃口橙子，我的儿子就这么说我。一时之间，我的火气也有些上来了。宋子轩，这个家是我跟你爸爸共同建立的，你也是我生的，我养大的。你说清楚什么叫沾光？可是奶奶说了，这个房子是爸爸家的，免费让你住在这就已经是让你占便宜了，何况你每天都要用水用电。听到这里，我再也忍不下去了。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还不流行房产本加2人名字，房产证确实写的孩子爸的名字没错，但我是出资了的。我远嫁到这个陌生的城市，父母除了一部分首付之外，还承担了装修和家电的费用，少说也有30-40万。到今天却成了我白住，占便宜。我拿起手边的鸡毛掸子便要抽他，没想到他左手挡住，右手还要还手。看着眼前12岁的儿子，已是半大男孩，喉结微微凸起，下巴也有了绒毛，身材高壮，筋骨结实。我确实打不动了，心寒，说不出的难受。这些年远嫁的委屈，和公婆的摩擦，与老公的冷淡，都比不上此刻的失望与难过。我一心一意照顾养大的孩子，竟然是一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倒了杯水，深吸几口气，回房间简单收拾了些衣服和护肤品。出门的时候，瞥见老公依然戴着耳机坐在电脑前开黑，儿子双手绞在一起，下巴抿着，假装专心看电视。我砰地关上门。晚上10点半，我拎着小小的行李箱，在这个生活了10几年依旧感觉陌生的城市里瞎晃，不知道该去哪里。看了看卡里的余额，我还是有些底气的。路边打了车去到这座城市最好的酒店，住了下来。电话只安静了半小时，随后一直在响。父子俩轮番上阵。一开始老公只说家里没电了，我打游戏直接黑屏了，你去把电费交上，推一下电闸，完全没提他儿子的问题，假装自己不知情。我直接挑破，你自己想办法，你家的光我沾不起。从今天开始，接送上学，早晚饭，补习班，
考试你都自己解决。说完便挂掉电话。再看一眼微信消息，儿子的解释如下：妈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爸爸和奶奶今天说的，我是开玩笑的。明天你还得送我去学校呢，妈妈求你了，你明天回来呗。我只是刀子嘴，你看我平时啥事不帮你吗？我明天还有考试，妈妈你帮帮我，你现在帮我把学习弄好了，等我长大了有钱了，我给你钱。退出界面，关机。这么多年来，我虽然不上班，但经济完全独立。婚前爸妈除了给我出了首付和装修的钱款，还给了我不少压箱底的嫁妆。婚后我也一直开店做点小生意，只是这几年因为口罩原因，暂时关闭了店铺。就是这时候开始，孩子奶奶和爸爸对我的态度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。几次三番当着孩子的面说我不挣钱，没价值，可我也没花到他们一分钱啊。我的积蓄还是很丰厚的，加上我还有一些理财和股票。这些年来，除了坐月子期间实在无暇顾及其他，存款只增不减。当年我为了所谓的爱情远走他乡，孩子他爸是负责工作赚钱，但是钱从不上交，怕我花他钱。孩子的费用也是选择性出，他出了补习班的钱，那吃穿用度就撒手不管了。我工作生活两手抓，一边自己要糊口，还要做家务，养育孩子，照顾老人，过年过节的打点，每一样都要亲力亲为。这么多年，和老公感情早已淡得不能再淡。他精明小气，公婆固执难搞，再深的情分也消磨没了。我只盼着孩子安安稳稳长大，不要因为原生家庭的琐事影响到他。本来以为日复一日的精心养育会换来懂事可靠的孩子，没想到他竟然会这么对我。既然婆媳不和，夫妻冷淡，孩子也有样学样，这个所谓的家也没什么好留恋的了。其实这样早有端倪。想起之前购物节，我定了闹钟，掐着点抢优惠券，每天完成无聊的任务，只为多几块钱红包。终于熬着夜抢到了生活用品的囤货，却被他们父子俩指责不节俭，只会买买买。我还记得孩子爸是怎么说的，他神色轻蔑极了，又带着些自豪：你们女人就是不理智，我就从来不参加这些购物节。儿子，你可千万别学你妈。儿子还在一边笑着点头。可是我是花自己的钱买的全家的生活用品啊，他们难道不会想想为什么家里洗发水、沐浴露不会空停，纸抽永远不断，洗手液一按就有，饿了去厨房总能找到吃的。为了凑单，我还买了一件马甲，黑色的。生了孩子之后，我体寒怕冷，身材走样，想着马甲保暖，黑色既精神又显瘦。这是购物节唯一一件我买给自己的东西。我兴冲冲拆开，穿上，站在镜子前面，镜子反射出沙发上两父子的脸，孩子爸的眼神里明晃晃地写着：别穿了，很难看。宋子轩则直言不讳：妈妈，你别穿黑色了，你每次化妆像是在刮大白，不都蹭在黑衣服上了吗？说完，他们二人相视大笑。我站在镜子面前像个小丑。细细想来，这样的场景还有很多，只是我心大，没计较。只是心再大的人都有底线，
一旦触碰，便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。我以为我收入稳定，擅长家务和带娃，就会得到尊重和爱护。我以为我勤俭持家，不舍得在自己身上多花一分钱，别人不说感恩戴德，最起码也会正视我的付出，记得我的好。其实我大错特错，错在婚前没有发现端倪，错在婚后自我麻痹。只是现在发现错了还不晚，我不能一错再错。我下定决心要离婚，从今天开始撒手，认真盘算了，手里还有不少存款，加上婚前在家乡有一套小房子，我可以回到家乡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，或者住在我的小房子里。这边之前开店的商铺是要卖出去的，以后也不会再来这个城市了。我自认已经尽到母亲的义务，孩子给他家就是。每个月我会按时出抚养费，反正我没正式工作和稳定收入，就算法院判决抚养费，也不可能比现在每月花的生活费多。打定了主意，我昏昏沉沉睡过去，仿佛还没睡多久。早上7点多，电话又响了起来，是孩子学校班级的座机。我犹豫了一会儿，拨打电话的人却很执着，接起来。电话那一头，他故作奶声奶气地试探：“妈妈，你下午什么时候来接我放学呀？”我不管，你找你爸或者爷爷奶奶吧。说完便挂了电话。上午趁着孩子他爸不在家，我回到那个家，收拾了自己所有的证件、衣服、生活用品，叫了一辆货拉拉，装车，付了巨额车费，请司机把我的行李运到爸爸妈妈家。我则买了高铁票，先走一步。高铁上，我联系了当地的中介，请他们把商铺转让出去，价钱好说，只图尽快出手。天擦黑，孩子爸爸就又打电话给我，可能是看到家里空空，我的东西都不见了。毕竟之前吵过多次，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。老婆，我先替孩子给你道个歉，他年纪小，不懂事。不等他说完，我开口道：“他年纪小，不懂这些，那就是别人教的喽。12岁了，挨打知道还手，吵架还会画饼，已经不小了。就算道歉，也应该他自己来，而不是别人替代。”顿了顿，我补充道：“再说，如果是真心道歉，就不会等到今天。那好吧，明天他还有考试，我上班走不开，爸妈不会开车，你去联系车，明天包车送孩子去安达市校区考试。”他倒是不耐烦起来了：“你说晚了，我已经回我自己家了。”他的烂脾气忍了又忍，终于憋不住了，声音提高了8度，狠狠质问我：“你哪里有个当妈的样子？孩子说不管就不管了，你要离婚？可以，我也早就不想过了，那也不能明天后天就离婚吧？”他咬了咬牙，继续道：“为了孩子再忍半年，不止你在忍，我跟我爸妈也都在忍，半年后就去离婚。你们一家还挺能忍的，我可是忍不了了。离婚协议书我找律师拟好了，过2天邮寄，到时候你公司、你家里、你爸妈家里各一份，有什么诉求你找我的律师谈，我油钱不足。孩子归你。宋子轩的班级群、补习班群，我一会儿都拉你进来。”我退出，不等他破口大骂，我就挂掉了电话，打开我和孩子爸的聊天框，
把10几个群聊链接发给他。我不进，我半年以后进，我退了。你自便，你怎么这么倔？9头牛都拉不回，你这么绝情，孩子这辈子都会记恨你。我不理，孩子记得不记得，我又能怎么样？照这样下去，就算以后记得我，也是记得让我给他花钱找工作娶媳妇。群我都退了，反正补习班的钱已经交过了，也不是我上，你们看着办吧。来嘿，孩子他爸哪里是真心想道歉，不过是想着我还有用，还可以替他养儿子，把孩子养大我再走。到时候他白得一个跟他一条心的好儿子吗？到达爸爸妈妈家已经是晚上10点，2位老人开门看到我十分意外，一边给我拿睡衣，准备洗脚水，一边问我发生了什么。纵使我在硬下心，到底还是觉得委屈。我带着哭腔说了前因后果。10几年来，为了不让爸妈担心，我始终报喜不报忧。爸妈听完心疼坏了，妈妈在一旁搂着我落泪，埋怨我太要强，不肯向他们诉苦，找他们撑腰。3年前已经戒了烟的爸爸又点燃了一根烟，眉头紧锁，沉默了半晌。爸爸十分严肃认真地告诉我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，如果想好了，那就离婚吧。我们3人意见达成一致，就各自回房休息。只是我知道，2位老人怕是担心的不得好眠了，还是在家做女儿好。早上我正吃着妈妈精心准备、营养均衡的早餐，手机却叮叮咚咚响起来。打开一看，是孩子的班主任发来的消息。大意是昨天学校发了假期夏令营的行程单和缴费通知，但是孩子不敢给他爸，所以今天没有按缴费，因此问我能不能今天缴费，如果超时的话就去不了了。一次夏令营的花销最少2万，从小学1年级开始，每年2个假期我都自掏腰包让宋子轩参加。一方面，这种假期课程确实能见见世面；另一方面，别的孩子都去，不让他去他会没面子。一开始，孩子奶奶还总说花这么多钱有什么用，还不如让我把钱给他，他来带孩子。见我总是不理他这茬，他渐渐也就不提了。只是在我采买礼品回娘家的时候，多阴阳怪气几句。孩子也知道掏钱不敢找他爸，但是找我可以，是吗？可我已经决心撒手了，这些跟我都没关系，我也没打算留余地。跟班主任直说我和孩子爸准备离婚，以后学校的事联系他就可以，顺便附上了孩子爸的电话。班主任却自顾自继续说，孩子跟他哭诉，说自己知道错了，可是妈妈就是不理他，不回信息，不接电话，还劝我孩子还那么小，既然知道错了就回家去吧。我没有再回复，点了删除，继续冷心冷面地推动着我的离婚进程。下午收拾得当，去了派出所询问迁户籍的事情。流程其实很简单，既然不是我的家，户口本和身份证上也没必要再写那个地址了。我联系了街道工作人员，开具了相关证明，请他们帮我邮寄，给工作人员发了邮费，还加一个小小的红包，请他喝奶茶，也是我对新生活开始的祝福。现在只等邮件到达就可以迁户口，办理新的身份证了。在家稳稳当当过了几天，
自从想通了，准备离婚后，一切都顺心顺意，不用每天做那些做不完的家务，不用接送上下学，不用辅导作业，不用洗臭袜子和烂裤衩，不用看公婆脸色，不用时时刻刻盯着家长群回复收到。我心情不知道多舒畅。唯一小小的不顺是那间商铺，中介告诉我，在上架售卖前，他们做了专业的检测，检测结果提示那条街道存在电路老化的问题，需要整修一番，通过第三方机构检测才能正式买卖。我估摸着过一阵还要回到那个城市办理离婚手续，就说这件事可以暂缓，等我回去办理。我找朋友详细问了，做整修和检测花费倒是不大，但是工期比较长，需要人时不时盯着。另外，检测也需要排队等待，而按照我的情况，显然长时间在那边逗留是不现实的。一时间，我也有些拿不定主意。离开那个家的第一个周末，我晨跑完回来，刚喝了口水落汗，就听见门铃响了。我们仨人都很意外，这才早上8点，按理说不会有人来访。透过门铃，我看到门外竟然是老公，哦不，准确地说是准前夫一家，孩子爸、孩子爷爷奶奶，加上孩子，一家4口齐刷刷。我知道这大约是来商量离婚事宜了。打开门让几人进来，我爸妈也有些意外，但还是去备了茶水。孩子爸让孩子进姥姥姥爷房间里去玩耍，只说大人们说事，让他在屋里玩 iPad。几人刚落座，水还没烧开，婆婆就横眉冷眼地开枪了。我倒是要问问你家，怎么教的女儿？当妈的这么不负责任，说走就走。我妈是个暴脾气，直接按灭了茶炉。我还想问你怎么养的儿子和孙子呢？那房子我们出了一半的首付，还有装修，我女儿怎么就是白住在你家了？公公听到这个不甘示弱，仰着脖子，那写的也是我家的名字。再说了，多大的人了，还跟坏小子计较？孩子爸也在一旁搭腔，扭着脸，歪嘴斜眼地对我大声道：“我这是给你面子，带着老人、孩子亲自上门来接你了。你要是懂事，就顺着台阶下来。”我这话就说到这，你看着办。我几乎被气笑了。宋刚，你还以为我是在闹脾气是吗？你想错了，我是真要离婚。协议书你应该看过了吧？孩子归你，财产平分，我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婆婆听到这也有些气急，那哪能说离就离？孩子都这么大了，你要离婚，让孩子怎么办？谁给他做饭，谁接送他上学？我爸猛地一拍桌子，怒道：“我女儿在你家就是做饭接送当老妈子的吗？”公公婆婆还要争辩，孩子爸却觉得没面子，拽着他爸妈就要走，一边走一边发牢骚。我就说别来别来，给他脸了还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不知道一天天在想些什么。咱们不管他，他爱住哪住呢。3个人拉拉拽拽地出了门，我关上门才发现不对，宋子轩还在屋里，探出头去喊。他们3人已经上了车，扬长而去。我打开卧室门，让宋子轩出来，他这回倒是哭得委委屈屈。他姥姥姥爷见了也是有几分舍不得。我问他，是不是他爸爸和爷爷奶奶商量好了让他留在这？他小声说是，还说爸爸妈妈就要离婚了。
妈妈不要他，他想多在这待几天，害怕以后就没机会了。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是自己亲手带大的孩子，纵使再被他伤了心，我听到这也有几分心软，也同意让他留下来，大不了过几天回去办手续，再把他送过去。我爸妈到底也是疼爱这个唯一的外甥，出去买了他爱吃的食材，在家做了一顿大餐，一家人看似和和美美的吃了一顿。晚上，儿子抱着抱枕，对着我撒娇，想要跟我睡一块。我想着以后几乎也没机会了，就点了头。可能是舟车劳顿，折腾了一天，孩子也累了，不到10点，他就沉沉睡过去。我看着这张酷似我的脸庞，心里却满是苦涩。突然，儿子的电子手表叮叮咚咚，连续弹出了好几条消息。我有些好奇，拿过来一看，群聊，宋家大院。我从来没进过这个群，也没见过这个群。好，宋家大院是吧？我耐着性子点开消息详情，是孩子奶奶，轩轩啊，你就给妈妈道歉，说妈妈辛苦了，你知道错了。妈妈现在还年轻，如果她跟爸爸离婚了，还会嫁给别人，还会有别的孩子，到时候赚的钱都不是你的了。你正是上学需要人照顾的时候，爷爷奶奶岁数大了，腿脚也不方便，就算再想全力照顾你，也帮不了你那么多。那本来家里的房子都是你的，现在他想要走一半，你也不愿意的，对不对？我看着这些字，只觉得讽刺。从我怀孕开始，公公婆婆便推脱身体不好，婆婆说自己胃泛酸，没事就弯着腰像个虾米一样表示胃疼。公公则是今天腰痛，明天腿痛，可1年体检2次，什么大毛病都没有。巧合的是，每次都是我忙的时候，公公婆婆齐刷刷旧病复发，生意淡季我时间多了，或者孩子不需要额外照顾了，2位老人就身体倍棒，吃妈妈香了。一个天天去钓鱼，一个1天3场广场舞。我忍住在群里爆粗口的冲动，把消息设置成未读，装作什么也不知道。过后几天，我对儿子有意无意的卖惨视而不见，他见我冷了心肠，多半也跟爷爷奶奶那边通风报信了。没多久，准前夫便打电话过来，他语气戏谑：“离婚可以，孩子归我，你净身出户。”我挑了挑眉：“你说说看，怎么个净身出户法？孩子我养，我当然要多得一些，房子全归我，你的商铺也归我。”我沉默地挂了电话，扭头却对上了孩子殷切的眼神：“妈妈，没事的，就算商铺给了爸爸，等我长大了就把它转到我名下，到时候还是你的。”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，心里却只剩下了失望。这是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呢。其实那间商铺我本就打算转到宋子轩名下，毕竟母子一场，算是我了却此生亲缘了。另外，我确实没时间和精力再去处理整修、验收和买卖了。现在我只想逃离那个家，那座城市。虽然宋子轩伤了我的心，但我想的是，商铺现在留给他，今后他的抚养，包括以后的结婚生子，我都不会再多给1分钱了。20几万的商铺，送给我唯一的儿子也不算太亏。虽然他是个小白眼狼，
但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或许他有一天会知道我的良苦用心，但是贸然答应，孩子爸只会觉得得来的太容易。我怕他得寸进尺，就假装不愿意，在宋子轩面前说了好多坏话。他爱当传声筒，就让他当好了。几番拉扯过后，我装作不情不愿同意了。孩子爸那边仿佛大获全胜，趾高气扬，目的达成。宋子轩也懒得再跟我表演母慈子孝，说是作业还没写完，催我送他回去。这哪是着急写作业，是怕我反悔，再次回到这座城市。我爽快地签了这份并不公平的离婚协议书，顺便办理了商铺的转让手续。10几年的光阴，付出的精力、感情、金钱，在这一刻都付诸流水。我深深觉得可惜，但并不后悔。我只后悔醒悟得太晚。办完离婚手续后，我对着儿子语重心长地说了一段话：妈妈受到了你的言行带来的伤害，不管是不是出自你的本意，但却是从你口中说出来的，而且是在我并未触怒你或者损伤你的利益的前提下。作为妈妈，我会原谅你这一次，但是今后我不会再用牺牲自己的方式继续包容你。你的父亲和你的爷爷奶奶，因为我的付出和牺牲换来的是你们的伤害。你是否选择继续贬低或者伤害妈妈？我不在意，也尊重你的选择。妈妈希望你有独立思考和反思的能力与勇气。等你有这样的能力和勇气的时候，我们再好好谈一谈吧。我看起来像个失败者一样，被赶出了这个所谓的家，这个陌生的城市，但我只觉得身心轻松。前夫并不知道，这些年我的积蓄不少，本来有一部分是给孩子攒着，打算以后作为留学的学费的。如果他不出去留学，就用来给他付首付。但是现在看来，这笔钱已经用不上了。我提前为我和爸妈买好了高额的养老保险，是可以选住高档敬老社区的那种。随后，我们3人开始了旅居生活，每到一座城市就小住10天半个月，体验风土人情。在爸妈老去之前，多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反正我的收入来源全靠理财，在线上基本就能操作。过了很久，我才又在从前的朋友那里听到孩子爸那边的消息。孩子爸积极参加相亲，认识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还付了30万的高额彩礼。筹备婚礼期间很是高调，前公公婆婆还志得意满地告诉所有亲戚朋友、街坊邻居，说他儿子2婚还能找到黄花大闺女，真是有本事。付了彩礼，再加上我不出生活费，前夫家里瞬间有些捉襟见肘。孩子爷爷奶奶就想着用那间小商铺开一个超市，可是因为不再买卖，中介也就没再提电路老化修整的问题。前夫并不知道此事，小超市刚开业没几天，就因为电路短路起了一场大火，把一切都付之一炬。2位老人还落了个中度烧伤。黄花大闺女小娇妻当然卷钱跑了，据说已经跟前男友去国外留学了，30万刚好够学费。孩子爸因为要照顾老人精力不足，也不想再负担高额的补习班费用，在那学期结束之后，就把宋子轩送到了乡下县城里的全封闭式寄宿学校。我满心只剩唏嘘，想着不行就把孩子接过来继续亲自照顾，或许脱离别人的影响，
还能纠正过来。这样的信息发过去，良久却只得到了孩子冷冰冰的一句话：生了不养就不如不生。看着这句话，我想起了生完孩子没日没夜喂奶拍嗝的日子，想起了6个多月他频频感冒发烧衣不解带照顾他的日子，想起了带他学习走路吃饭说话的日子，想起了风雨无阻接送上学的日子。算了，这老妈子谁爱当谁当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